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。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请按下订阅按钮，感谢大家。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部，可以直至不断更新影片。再感谢大家。我上次讲到大禹治水前集，假如观众没看过上一集，先看过前集，大概前面故事我把连接放在说明栏里。今天来讲讲大禹治水后集。故事的开始是大禹拒绝了水神的要求，并且和他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但由于水神的力量太强，大禹被打败了，幸好他及时逃脱了。他回到了天帝的身边，向他汇报了水神的阴谋，并且表示愿意继续执行治水的任务，为人民造福。在远古的时代，天地未分，洪水横流，人民苦不堪言。尧帝任命鲧为水官，负责治理洪水，但鲧贪图私利，只顾自己的享乐，不思民事，洪水越发泛滥。舜帝继位后，废除了鲧的职务，将他囚禁在禹山，并命鲧的儿子禹接替他的工作。禹是一个贤能的人，他决心完成治水的大业，为人民造福。禹带领众人奔走四方，疏通河道，开凿山岭，引导洪水入海。他不畏艰辛，不顾家庭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只为了让人民重见天日。在他治水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危险，但他都一一克服了。其中最大的考验，就是他在龙门山的一场战斗。龙门山是一座高耸的山峰，挡住了黄河的上游，使得洪水无法顺利流通。禹决定在山上开凿一个通道，让水能够流过。但是龙门山上住着一条邪恶的黑龙，他不愿意让人们破坏他的家园，于是就出来阻拦禹的工程。黑龙吐出烈火和毒物，焚烧和毒杀了许多工人，还用尾巴和爪子破坏了工具和标杆。禹见此情景，心中悲愤，他拔出了自己的神剑，与黑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禹的神剑是一把非凡的武器，它是由天帝赐予他的，用天上的神铁铸造。刀身上刻有河图洛书的奥秘，刀柄上镶有9颗龙珠，刀锋上闪烁出9色的光芒。这把神剑可以斩断一切邪恶，也可以指引一切正义。禹挥舞着神剑与黑龙交战，神剑发出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龙门山。黑龙虽然凶猛，但也抵挡不住神剑的锋芒，他的身体被神剑割开了无数道伤口，鲜血淋漓。他的火焰和毒物也被神剑的光芒驱散了。最后，禹用神剑刺穿了黑龙的心脏，黑龙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倒在了地上，死了。禹杀死了黑龙，为工人们报了仇，也为工程铺平了道路。他继续带领众人，在龙门山上开凿了一个80步宽的通道，让洪水顺利流过，进入了下游。这个通道就是后来的龙门，它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地标，也成为了一个传奇的故事。据说，每当黄河的水流过龙门时，就会有一些鱼儿试图跳过龙门，如果能够成功的话，就会变成一条龙，飞上天去。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典故，象征住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，最终获得成功的精神。禹在龙门山的战斗，是他治水的最后一个关键，也是他人生的最高峰。在他完成了龙门的工程后，他又继续治理了其他的河流，最终将洪水全部引入了大海，使得中原大地恢复了平静和富饶。人民们感激他的功绩，尊他为禹王，也就是夏朝的开国之君。禹将自己的神剑交给了他的儿子齐，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，并传承下去。这把神剑就是后来的夏禹剑，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宝剑之一，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。故事的结局是，大禹在龙门山上开凿了一个通道，让洪水顺利流过，进入了下游。他杀死了守护龙门山的邪恶黑龙，也打败了水神的追兵，完成了治水的大业。他被人民们感激和尊敬，被天帝赐予了河图洛书，并封为夏朝的开国之君。他将自己的神剑传给了他的儿子齐，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，并传承下去。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，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洪水灾难和人类与自然的斗争。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对这个故事有不同的记载和诠释，形成了多种版本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版本。史记、夏本纪，这是最早的历史文献，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和结果，以及他建立夏朝的事迹。这个版本强调了大禹的功绩和德行，以及他与舜帝的禅让制度。山海经，这是一部神话地理书，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神话元素，例如他与龙王、水神、山神等的交涉和合作，以及他的神器和神机。这个版本展现了大禹的智慧和神通，以及他与自然的和谐。尚书、禹贡，这是一部先秦典籍，记载了大禹治水后对天下的分治和共富，以及他的水利工程和地理支持。这个版本突出了大禹的统治和管理，以及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。列子、汤问，这是一部道家著作，
记载了大禹治水的道理和方法，以及他与鲧、舜、稷、齐等人的关系和对话。这个版本阐述了大禹的道德和修养，以及他对天道的顺应。大禹治水的后果，大禹治水的后果是夏朝的建立和中华文明的发展。大禹治水后，受舜帝禅让一，继承了天子之位，并以自己的封国效为天下之号，宣告夏朝正式建立。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，也是中国古代的奠基者。大禹治水后，他还将天下划分为9州，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。大禹治水后，他还传授了后人水利工程和地理知识，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。大禹治水后，他还创立了夏朝的礼乐制度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。大禹治水的事迹之外的故事，大禹治水的事迹之外，还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，例如他与女娇的爱情故事，他与龙王的对话，他与启的父子情，他与商君的友谊，他与鲧的矛盾等等。这些故事和传说，或许有些是虚构的，或许有些是真实的，但它们都反映了人们对大禹的敬仰和想象，也丰富了中国的神话和文学。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和你的想法，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谢谢。希望你会喜欢这篇文章。